案子这么难，为什么要坚持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。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，都是拿命拼出来的。我当警察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？我们是刑警啊，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！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，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，掘地3尺，我要把它挖出来。真是让你们笑话，草木皆兵。那时候啊，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，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，知道吧？查了3天，神经病。雷姐那一支我们也查过了，确实也没有啊。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阵儿啊？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？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？嗯，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，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？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嘛？我有法子了。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，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，顾万里确实是从怀县逃到舒城的。我没明白呀，就算说的是真的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。陶队，你可真行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。不过，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，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怀县逃到舒城的，那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你这个怀县那么大，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？不是，就说怀县这一支儿，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，还能比对上，咱这个案子哈，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，这就肯定要破门了，你知道吧？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，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。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，半山腰了，走呗。老陶，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。理论上也许都对，但是东陵县离怀县、舒城毕竟很远，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。往上推20代，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，祖先全来自炎黄12姓。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，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。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，那绝望吧？我给你说一下，给你捋一下啊。就说咱在东陵县，是不是？东陵县发生的案件，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。就是说，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，那就是说，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，没说错吧？
这个舒城这一支，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，他是一个人从怀县逃过来的，也就是说，怀县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，这个数量、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。啊，这多清楚了！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，就只有顾家有关联，这就是秃子脑袋上虱子，明摆着了。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！这多有价值这个证据，干什么要停下了？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！老唐，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？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，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，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，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某种关系呢？是，哎，你说这个啊，我承认。那你要是这说呢，这个就没边了，是不是？可能性永远有，但是这也不能说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。陶队，你说的这个有道理，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，试错的成本太高了。哎，小曹啊，小杨、小苏，啊，你们都听一下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，知道吧？试错成本高，那也得有人去试，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？吃白饭的，是吧？这个案子5年了，你要说累，太累了。啊，你说烦是不是？我们比你们烦，太烦了。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，可结不了啊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睡过，那我胡说，没那么伟大。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，那3个女娃娃，说咱就梦见，那我们的经常的事，人家这个妈爸，人这3个家都毁了，都疯了，知道不？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，知道不？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，陶队啊，行，别说了。老唐，你说怎么办？我就跟着你干。算我一个。本怀县。顾家老家是怀县顾家坡，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。咱直奔顾家坡吧。啊，行了，疯子，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，就奔顾家坡。大娘，哎，我问一下，这是顾家坡吗？顾家坡，哎呀，不知道啊，你到后头问问吧。啊。啊。哦，导演。顾家坡在哪儿？你知道吧？顾家坡。嗯。哎呀，不知道。哎，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。没有啊，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。大哥，打听一下啊，你知道顾家坡吗？不知道。大娘，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？不知道。大爷，顾家坡咋走了？不知道。
老乡，大爷，你知道顾家坡吗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你想一下嘛，顾家坡。哎，怪了啊。哎，大姐，啊，这地方有顾家坡没？不知道。前头有村子没？哦，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，你去问问吧。那怎么过去？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。得翻座山啊！啊。大爷，大爷，咱这是顾家坡呗？什么？这是顾家坡吗？不是。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坡？没有。大爷，这村以前改过名呗？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坡？这个村啊，没有一家姓顾的，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峡村。好。来，后生。哦。你看见那个山了吗？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。你过去看看，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？那是顾家坡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你让我翻山干什么？哎呦，
大哥啊，听说过顾家坡吧？这就是顾家坡呀！这就顾家坡啊？顾家坡咋了？神经病！我们在走访中发现，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，当地的村民习惯了，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，就可能叫王家坡、李家坡。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，最后呢，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。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，结果呢，都没有作案嫌疑。不想就这么放下呀，这就开始查怀县所有的顾姓，30岁到70岁，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。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，或者其他什么情，不就更复杂了？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？是了，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。离开这个怀县的前天晚上啊，可巧了，我无聊就上了个网。这网友呢，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，我顺着找到他，找到以后呢，他姓顾，按他说的，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怀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，这个说法就和书城那阵说法一样，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，看看把那个清一下的。不，我来。陶队啊，你逻辑很严密啊，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啊。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，知识化、专业化。哎，您就别夸我了。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。哎，不逢魔不成活，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。你有100次失败，有1次成功就成了。是。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，是个粗糙的职业，其实真不是。哎，谢谢您夸奖了。不是，咱有个事儿哈，这样说。平城这一阵儿，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。就你看，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，这个很可疑了。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，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。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，连门一脚了。老陶。我特敬佩你，但是你看单是书城顾家这一支就无限可能，对吧？现在你又找出一支来，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，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呀，是吧？啥意思？陶队，这样，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，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，好好睡一觉。
好不好？明天咱们开会讨论，好吧？昨天呢，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，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啊，今天呢，咱们开工作会，啊，我们也请了全省的7位专家，啊，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。秦总，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，我们听领导的安排。好啊。首先呢，这个案件呢，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。啊，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，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，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，那个杨队、程队还有陶队，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，花了很多时间，走得很远，就是这种执着和信念，是我们刑警，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。但是呢，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，但是，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？你觉得是哪人啊？我觉得不像，应该是外地人。就现在入戏的情况，但是现在我认为是本地人。理由呢有几个。第一个，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，一般外人不会知道。这么个环境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，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。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。第二呢，案发现场的烟头，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，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陶队，你说？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？哦，好，那接下来我说第3个理由，好吧？这个第3个理由呢，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，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，是吧？而且是以前的习惯，只有出生在当地，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，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。随手这么一个动作，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。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，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，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。这个案件呢，不是预谋杀人，应该是犯罪嫌疑人跟3个小女孩遭遇，临时起意，把3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。从这一点，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。另外呢，这个3个女孩子虽然只有10岁左右吧，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。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，他不是持本地口音，那么3个孩子也会有觉察，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。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，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，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，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，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。秦总，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排查？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，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？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。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，向外辐射5公里。
就在这个范围里找，找不到，5公里不行，10公里，10公里不行，再往外扩。总之，牢牢立足本地，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。我知道啊，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啊，我也知道啊，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啊，非常辛苦。这个不是说啊，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，是向外探索，没错。但是啊，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。啊，我们可以说6年前我们对 DNA、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，啊，不熟、不规范，也没成体系，大家是摸索着干。啊，就你们这种啊，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，我非常欣赏。我相信啊，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，在东林，甚至我们整个中昌，对这个 DNA 啊、新技术这个侦破呀，都会有很深的了解。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，啊，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。啊，我不止一次说过，我们不是来追责的，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，来解决这些疑难急案，就是想利用新技术、新方法来解决问题，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。同志们，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，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，好好干吧啊！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我心里堵得慌。2年了，整整2年了，10万公里呀，啊，跑了10万公里了，对吧？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。他一句话就给否了，啊？说放弃就放弃了，这算啥事儿吗？这是。秦总说了，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，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。再说了，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。5公里嘛，从头再来。
他们算啥？啊，这是啥事儿吗？他们是神仙呢，是吧？他们能掐会算了，是吧？我们在干啥啊？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？不就是在找证据吗？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？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？我们都排过了。我就是不甘心。我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在查，我们这么努力在。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，怀县这个事情，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，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。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。哎。哎，老头，老头，陶队，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特地让我过来找你。要不再换个地方吃？啊？走吧，走。秦总都安排好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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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哎。秦总，来了，来请进。秦总，来，陶队，过来坐，过来坐，来过来，来坐我边上来。来过来，喝了。喝不少啊，陶队。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，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。那咱们这个会议桌上说不出来的话，咱们饭桌上说，好不好？啊，陶队，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，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，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？啥机会？什么人？我不吃了，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，闲着没事吃饱了吃撑的都难受了。哎呀，没啥可说的，就是钱总，你是领导啊，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，我们就执行嘛。那个，反正只有5公里、10公里的，我们都查过多少遍了。老百姓那是真配合，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。没事，你这还查呢，就查呗，来呗，没事。不是我觉得查啊，这个其实呢，我看出来啊，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，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。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，什么都不说啊，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。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，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，也没有信心，所以还是得说说。
咱们今天呢，就不说咱们这个案，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，好吗？让我吹吹牛啊。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。对，这案子破了，皆大欢喜，是吧？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，千难万难，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。DNA 不行，痕迹不行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，就找去吧。是啊，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，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，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。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，确定了以物找人。陶队啊，我们说这个是想，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，你们的心情，我都非常理解。就像刚才你说的，要 DNA 排查，方圆5公里，3次5次都查了，但是查到了吗？没查到就不行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，接着查，要穷尽。穷尽是有条件的，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。还有一个，要改变思路。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，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？几轮？第一轮找专家，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，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。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，查。后来查清楚了，那品牌就是云城的，叫这个什么金刚明盾。金刚明盾，然后再联系厂家，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、代理商，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，再找，查出卖出18个，18个人全部找着了，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，但是没有任何疑点。你怎么办？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？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-600人，人困马乏，怎么办？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：我们是会计查账吗？还是破案呢？对呀，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，我们是破案啊！你东西和人都对上了，可是案子没破呀，案子没破就要查呀，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，但对不上，什么原因？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，或者是贴牌？这就是刚才我说的，要换思路，换角度思考。当时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，人家过来看了东西，说这东西就是我们生产的，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子，这事儿可就大了啊！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，这单的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。接着我们就第2轮把其他3个的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，可结果呢，还是没查着。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，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，第一个崩溃，第2个崩溃，最后我崩溃了。陶队，当时我在想，怎么办？就是你认定的方向，只要你觉得是对的，没有穷尽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查下去。所以决定再查一遍，再筛一遍。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。第一次查出金刚明盾的品牌，第2次又查出3个品牌，是吧？还有一个，要改变工作方法。人的习惯是什么？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，是吧？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，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，4个品牌一起查，辐射200公里，我就不信。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还真让我们查到了。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要学会改变思路。秦总啊，那个您说的都对，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，
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。现不要在说了，你不要说了，知道吧？你闭嘴。就是没有穷尽，对不对？咱们就是没有穷尽。秦总说的对，秦总，我听懂了，这次我是真的明白了，我们就是没有穷尽。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，觉得委屈，实际上呢，就是狗熊掰棒，圈画的挺大，可是每一颗井都没挖到底。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，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进去啊。可最后咱怎做的？咱没有穷尽。咱半截放下了，来专家说查 DNA， 咱就查，工作进展一半，对吧？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，那会儿我们真的是，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，经费不够，又放下了。就是没有穷尽。